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2月26号，今天跟大家聊3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李尚福被静悄悄地免去了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中共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在2月底召开3中全会。理论上来说呢，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的任免是要由中央全会决定的。但是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个李尚福的名字从中共国防部网站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中被移除，这个呢就是习近平又一次打破了惯例啊。这个呢就是彭博社的报道。这个行动看起来波澜不惊哈，但是呢，其实对整个中共的组织程序影响非常大哈，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啊也会非常大。咱们一会儿来聊一下这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接受 CBS 新闻节目60分钟这个采访中，几乎毫不避讳的火力全开针对习近平。伯恩斯毫不讳言，美中关系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啊，用了这个3个形容词啊，这个最高级来形容，最具竞争力和最危险。而且呢，他认为习近平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困境负完全的责任啊，并且指出呢，习近平如果不下台，中国经济好不了。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感觉他是不想干了啊，或者是说可能本来也不会在北京再待多久了。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他的几个观点呢，我觉得这几个观点呢还是说的相当的到位。第3个话题就是川普在南卡大赢了黑利20个百分点啊，我觉得民主党在对待川普的问题上既失德又失策啊。失德的话就说明手段呢比较卑劣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政治迫害。这个政治迫害的色彩太明显。说他们失策的话呢，是说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只能会让更多的共和党人把川普推举为候选人，然后呢让川普和拜登再一次对决。或许就是说，我觉得民主党在这个制定他们竞选策略的时候呢，认为川普的政治光谱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吸引中间选民，所以就无法赢得最终的大选。因为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和民主党铁票仓是没有问题的，那中间选民到底投哪一个党，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川普的政治光谱太靠右啊，没有办法去吸引中间的选民，所以最后大选的话呢，川普不会赢。但是现在的民调结果呢，似乎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政治博弈的问题啊，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下川普现在面临的一系列的这个现在要打的官司啊，和他们这些官司的最新的进展，也说一下这个民主党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这个油管的话还是订阅比较安全的哈。那么在说这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这个很久没有给大家这个在讲这个面膜这个问题了哈。在这个蓝莓优品上，我们现在在继续销售这个德国生产的这个德莫罗拉面膜。这个德莫罗拉面膜呢，被称为这个面膜中的爱马仕啊。它有几个亮点呢？一个呢就是说它具有这种高浓的玻尿酸。强锁水啊，这个舒缓补水，高效保湿。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5胜肽300，可以简单细纹和紧致肌肤，还有维生素 E 能够对抗老化。它的材质呢是蚕丝棉啊，用起来非常的服帖。这个面膜在这个中国在欧洲卖的都非常好，很多明星都在使用这个面膜。现在呢，这个蓝莓优品上正在做活动啊，价格很优惠。在亚马逊上的这个一个面膜呢，大概是卖到69.99块啊，有时会到71.99块，甚至78.99块。但是呢，您只要点击我节目描述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然后呢结账的时候输入我专属的这个会员码啊，这个 TL Time 啊，就显示在现在的左下角 sorry 不是这个啊，就这个 TL Time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就是15%的折扣。那现在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3盒的套装啊，更便宜。这平均下来，如果你要是买3盒套装的话，就是1盒只要53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是欢迎您到我们这个网站上去购买。OK， 那么咱们现在呢，这个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哈。这个今天彭博社的报道，这个说李尚福的名字呢，已经被从这个中央军委委员的这个名单上呢被移除了。咱们刚才提到过哈，这个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的任免呢，是需要中央全会来决定的啊。换句话说，就是如果3中全会不召开的话，是不能免去谁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央军委委员这个头衔的。按照中共的党章规定呢，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实际上，中共党员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哈，就是这个咱们经常说这这个现在是20届这个党代会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这个党代会呢，它每5年才开一次啊，开完之后的话，这些人2000多人就回去了，之后就不再召开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中共行使最高权力的机关应该是中央委员会啊，这就是为什么叫做中共中央嘛。那么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只是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代行中共的最高权力。那所以呢，就是中央委员的任免是必须由中央全会来决定的，因为如果政治局可以随便任免一个中央委员的话，就等于否定了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的选举结果嘛。甚至政治局如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随意的任命和免除中央委员的话，那么政治局就变成了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跟中共党章的规定是相违背的。虽然大家都说习近平打破了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习近平无限期的连任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召开或者不召开中央全会你像2018年的3中全会就是跟2中全会只间隔了1个月的时间这个非常的这个诡异。当时就是为了这个修宪无限期连任做准备嘛，这是2018年的3中全会跟这个2中全会只隔了1个月，2023年根本就没有召开3中全会。有人说习近平他本来就是没啥规矩的是吧？所以李尚福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又何必认真的这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对于高层的政治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切政治规矩都成为一纸空文的话，习近平将失去所有的制衡。本来呢这个中央全会召开哪怕是橡皮图章，但是程序还得走是吧？那以后就是连程序都免了。中共这样做其实不光是让中共的高层没有安全感，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和外资将更加的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本来中国就是一个缺乏法治的社会，好歹你有个橡皮图章的话，你还是按照一定的规矩在行事嘛。但是现在你连这个橡皮图章都不要了是吧？那么这一下习近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呢就更加没有确定性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咱们可能普通老百姓不这么觉得，很多真正在中国做生意投资的那些人不管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外资，他们才是会觉得非常的可怕这个会把他们吓跑一大批人。这个跟那个中共通过国安法什么间谍法反间谍法什么之类的没啥区别了。美国的驻华大使伯恩斯这个日前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讲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呢他的矛头是直指习近平，他在很多地方几乎是火力全开了就直接讲习近平。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几句原话他说过去10年中共权力不断集中指的就是习近平在搞个人独裁嘛，然后对人民的镇压加剧。然后呢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呢推翻了许多制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市场改革措施。也就是说习近平推翻了那些让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的这种市场改革措施，所以才造成中国现在经济困境。伯恩斯讲的这个话其实非常的明显说中国的经济困境呢实际上就是习近平造成的。然后呢他后面还说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又把习近平的名字提出来了。由于经济疲软和政府严厉的政策，说中国去年损失了价值超过120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投资，这让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OK， 这句话其实又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大家注意伯恩斯这2段话其实他已经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坦诚了但是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大使能够点名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这个是确实是这个我们几乎以前是没有见过先例的。然后呢他后面又讲，他说一些美国公司离开了中国市场，但大多数都留下来了。也许这些留下来的不会离开，但是呢他们不会再投资，他们不会进行重大投资，直到他们能够准确的看出政府的走向。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在的话，他们就不会投资，因为中国政府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只要习近平还在，中国的经济就好不了这就是伯恩斯讲的。所以伯恩斯一开始讲说习近平改变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些很好的政策，这是习近平造成的。然后呢说这个由于习近平造成了这个中国去年1年损失了1200亿美元的这个外国投资，然后就说如果习近平还在的话，那中国的经济好不了，就连续3次就直击习近平讲的这个话讲的非常的硬。那伯恩斯讲呢，他说这个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呢，他持有谨慎态度。所谓谨慎态度的话，其实就是不看好。他说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性的竞争和不信任正在动摇商界的决心。他用的这个词是中美之间根本的竞争和不信任，等于是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然后呢说这个未来2国关系会被推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当时采访伯恩斯的这个女记者就是叫 Leslie Starr， 他说不过你说离婚不是一个选项就是说伯恩斯以前说过，说意思中美不会离婚就是不会彻底断裂。
伯恩斯就回答说，他说这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中美关系他认为是最危险的关系。他说未来10年左右还会持续如此。他说我们这两国确实会共同的生活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啊。但同时呢，他说中共又是这个美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啊，为美国提供了75万个就业机会，特别是农产品。美国农产品出口，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中国一年大概进口几千万吨，将近1亿吨大豆啊，从美国。他说我们美国出口农产品的1/5都是运往中国的，所以呢，就是完全脱钩并不是一个选项。这个呢，他也是就是讲得很清楚哈，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但是中美完全脱钩是不可想象的啊。那之后的话呢，他就讲了这个一些在我看来有点振聋发聩的那种话了，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高层、美国的国务院也好，或者美国的白宫也好，他们是如何去界定中美关系的。因为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间谍气球事件，就去年2月份大概1年之前的这个间谍气球事件。伯恩斯讲了这样一段话哈，他说：“我认为中国最终希望超越美国，成为主导全球的国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OK， 这地方就是实际上就讲了这个中美之间的话，其实就是不能用你死我活来形容吧，但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你想超过我，那我是绝对不干的啊，我是绝对不能够让你来主导这个世界的。那么为什么美国不想让中共去主导这个世界呢？原因伯恩斯也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意识形态。记者问伯恩斯说，如果现在也是一场冷战的话，那么他觉得这是一场怎样的冷战？伯恩斯回答说，这是一场思想的竞争，一场思想的斗争啊。他说我们的理念是美国关于民主社会是和人类自由的伟大理念，而中共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强大，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此这里存在着一场关于谁的思想应该引领世界的争论，我们相信答案是美国的思想。我很高兴伯恩斯能够在这个采访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中美之争的关键啊，并不是经济、技术、军事或者地缘政治之争，这些领域竞争确实非常的激烈，但只是表象。中美最终的竞争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静下心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伯恩斯实际上指的是美国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最终的胜利。换句话说，如果这是意识形态之争，那就是自由民主和共产集权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而美国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虽然伯恩斯没有规划出胜利的路径，事实上他作为一个驻华大使，他也不可能规划美国长期对华的战略。但既然中美无法脱钩的话，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苏联一样隔绝你，那么我们的这种竞争的话是必须得无法避免的。美国跟苏联的话，可以说我这个在这个边境上我不跟你交往啊，就是我跟你完全脱钩啊，我可以不理你，就把你封闭起来。而中美之间是没法封闭的，所以呢，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就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中共必须最终失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换句话说，也就是美国的民主自由，按照伯恩斯的讲法是必须要打垮共产主义这样的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动枪动炮才是战争，意识形态之争其实是战争的最高的形态。所以就是说我其实看到伯恩斯这个话哈，我刚才给大家解读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解读哈，确实是非常的硬啊，非常的硬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中共的厌恶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上个礼拜一些驻华外交官举行聚会，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嘛，当时也是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公开表达说美方对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很失望，然后呢还说中国的企业在助长俄罗斯的军工事业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复合体的行动。那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啊，也是警告世界各国说中共才是最大的威胁啊！你不要看这个俄乌战争，就讲了中共对美国这个美国领土上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攻击。然后呢，中情局局长这个也叫伯恩斯哈，他叫做 William Burns 啊，他和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都叫 Burns。这个中情局长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说，中国仍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美国的对手。然后 CIA 呢正在扩大努力以应对和中国的竞争，并且重建了在中国的情报网。
所以就说你会看到美国从对外的这个中情局到这个在美国国内不断的去抓捕和起诉中共间谍的联邦调查局啊，再包括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务院，你会看到整个他们这些人呢，对中共的这种批评的话，现在变得好像是过去还客气客气哈，表面上讲的话还有一些外交辞令修饰一下，但是现在好像也有一点颇有一点那种战狼的风格了啊，就是这个直接指出这个中共的这些就是在国际上的这种野心啊和对美国的这种威胁。当然，现在这个美国民主党对中共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呢，也可能是跟这个美国的大选是有关系的哈。但是呢，就是说它一定会变为美国未来的国策。这种国策一旦制定之后，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都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了。说到川普的话，我就想顺便说一下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哈。这个2024年的时候，这个不是这个2024年这个大选哈，就是看起来就是还会是川普和拜登之争。2月24号的时候，在南卡举行了共和党总统的初选。川普在党内唯一的竞争对手啊，就是原来这个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啊，就是那个印度裔的这个那位女士吧，她呢是以20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黑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南卡州这个竞争具有这样的标志性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因为 Nikki Haley 原来是南卡的州长，是原来南卡的民众把黑利选为南卡的州长，但是在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黑利竟然以20%的大比数落败，可见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地位之稳固啊。黑利在南卡州可谓是全身心的投入，因为他以前当过州长嘛，这个输了的话对他来说是太难看了，特别是大比分输的时候的话就太难看了。所以黑利在这个南卡的宣传的开支啊，一共花费了1500万美元。相比较之下，川普只花了90万美元，相当于黑利的6%。而且川普最近几周只访问过4次南卡，那黑利在南卡的话是4处拉票啊，这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川普在南卡的赢的话，几乎可以说是躺赢啊。他花了黑利6%的这个 budget 啊，这个预算啊，然后呢只去了几次就赢了，对吧？而且是大比数的赢。那黑利呢还是不愿意退选嘛？黑利他说他会继续坚持下去，他没说坚持到哪儿啊。但是呢，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啊，到时候会有10几个州同时举行初选，这个对于黑利来说的话，可能又会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根据这个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哈，就是根据目前的民调和各州初选规则去推演，到3月5号的这个超级星期二以后呢，川普将会得到将近900个党代表的票，897个党代表的票。那共和党内胜选的话是你要拿到1215个票啊，1215票就赢了。黑利那时候只能拿到210票啊，那所以也就是说，川普在超级星期二之后就已经非常接近提名了。到3月19号的时候，就再选2周的话，川普基本上来说就过那个线了，就铁定变成了共和党的这个就是总统候选人了。那今天的话就发生了一个挺大的事儿哈，这个事情可能如果你要是不关心美国的政治的话，可能不大会注意这个事儿哈。就是这个 Ronna McDaniel 啊，他呢是正式的宣布他将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退出啊，就等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Ronna McDaniel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这位女士哈，她呢和川普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啊，因为川普不断的攻击他呀，就是有的时候就用的那个词非常的 harsh 啊，就非常的不留面子。那如果川普很快就会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话，那黑利肯定不愿意主持那样一场提名川普的共和党大会。那不光是这个他会辞职哈，这个 Ronna 会辞职，那他的共同主席叫 Drew McKissick 也会离开。所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等于是高层大换血了。川普呢提名了2个人啊，去当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一个呢是北卡州的共和党主席啊，这个人叫做 Whatley， 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想不到是川普自己的儿媳妇啊，叫 Lara Trump 啊，他的儿媳妇。这个 Lara Trump 哈，就是他呢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我们需要进行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合法选票收集行动。他这句话我觉得共和党早就该说了啊，在那个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不是丢失了那个宾州吗？当时我就讲为什么共和党会失去宾州。本来在民调的时候显示共和党是领先的，
那最后怎么会丢了呢？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党他们能够有效的收割选票，就把那些这个要出来投不出来投的那种票全都收割了。而共和党的话则消极的等待那些非常有 passion 的就非常有热情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民主党是我也想投你，但是我挺忙的，我有事儿，那我帮你票，我帮你投我把你这个选票收割了。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最后能得到很多的票。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当时这个中期选举结束的时候，我就在讲，我说共和党必须得跟民主党一样去收割选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儿媳妇Lara Trump 明确的提出了这个问题。确实，如果共和党要赢得今年大选的话，必须得非常积极主动的把能够投共和党的票全都给收割上来。在我看来就是说民主党现在对川普的这种竞选的策略是非常失德也失策的。他们是用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去捆住川普的手脚。我说他失德就是因为他这个事儿干得特别的不光彩就是很 low 很卑劣。失策的话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策略起到了一种完全适得其反的作用。每一次的法律诉讼，民主党是希望能够靠这个挡住川普，但是其实都强化了川普遭到政治迫害的印象。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总统选举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就是力量推动这个谁能不能上台，一个非常关键力量是什么呢？其实是媒体。这个媒体当然可能包括主流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就是这种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形式都包括。但是呢，这个如果一个人不断的能够上媒体的话，就等于是跟大家混个脸熟。那每一次对川普的起诉的话，都会变成媒体的头条，等于是为川普做广告人们打开这个手机不管是在推特上还是在这个脸书上，或者是在这个主流媒体上，你一打开就是大头条，就是川普的大头完了之后的话，就开始讲这个川普被起诉，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政治迫害因为这政治迫害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你等于是每一次法律诉讼的话，都在给川普做广告，做免费的竞选广告。川普现在一共有6个案子在待审其中呢这个有4宗是刑事案，然后呢2个是民事案。那2个民事案的话，川普目前为止都输了一个就是那个专栏作家这个卡罗尔就我们叫一斤肉他的这个性侵诽谤案这个诽谤案的话，陪审团要求川普赔8800万。我之前讲过这个案子，不花时间去讲的了，稍微复杂一点。第二就是川普这个在纽约说他夸大资产的价值，然后取得优惠贷款，这个案子的话是罚3.55亿美元。所以两个一加的话，相当于要罚川普这个大概是4.5亿美元呢。川普的流动资产有多少？川普的身价大概是26亿美元，流动资产大概是4.26亿。所以2个巨额罚款的话，等于是要把川普所有的这个手头的现金全部拿走就等于是让川普变得流动性枯竭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民主党这个罚这个钱简直是这个金额的话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就觉得非常的卑劣。那这2个民事案呢，川普都在上诉之中所以现在这2个案子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是罚款如果川普不交的话，一天的利息大概就是12万美元。这是2个民事案子那还有4个刑事案。4个刑事案呢，第一个刑事案就是这个1月6号那个国会骚乱这个案子。本来呢是要在3月4号开审，因为3月5号是超级星期二嘛。这民主党是打算在超级星期二之前来审这个案子的话呢，能够就是说对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川普的法律团队说川普是拥有总统豁免权。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案子就不得不等到美国最高法院来评他有没有总统豁免权之后的话，才能够做出是不是要继续审判。而美国最高法院大概要在本年6、7月份的时候才能够就这个案件做出判决。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案件下来之后的话，再以其他别的程序拖一拖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案件最后审理的时候会拖到大选之后。所以他对大选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个案子就是他有4个刑事案，这是第一个刑事案。第二个刑事案就是 Georgia 乔治亚州的话是这个说这个川普企图推翻该州的总统选举结果他用的是叫打击黑社会的反敲诈勒索的法律来起诉川普。除了川普之外，还有另外17个人一共18个被告。这个在这个案子里边看起来好像声势浩大是吧？但是当你要起诉这么多人的时候的话，你准备法律文件就变得非常的漫长是吧？
然后呢，川普最后还翻出了一个什么事呢？就起诉川普的这个州的检察官叫 Fani Willis， 这个人呢和这个他雇佣的那个 prosecutor， 就是起诉的那个人，就是民主党籍的这个检察官的话，他是州的这个总检察长，然后呢雇佣了一个检察官去起诉川普，结果这两个人之间有不正当的这个外遇啊，这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呢，他这个比如说这个这是前面这个州的检察官哈，这个或者说 Attorney General 哈，她实际上是个女的，她雇的这个男的这个检察官啊，真正的这个在法庭上起诉的这个人，你雇他的时候的话呢，他俩本来就有这种不正当的性关系嘛，完了之后呢，这个他雇这个人的时候，他等于得给这人付工资嘛，他等于是利用起诉川普这个案子给他的情夫钱付工资，那这就是属于利益冲突了。然后的话呢，他这个情夫呢跟他一块出去旅游的时候还替他支付账单，等于我雇你去起诉川普，然后呢我拿公家的钱给你，完了之后呢你出去度假的时候你来付我度假的这个账单，这就太过分了是吧？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现在下个礼拜啊，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下个礼拜，法官就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这个检察官有没有资格去起诉川普啊？如果不起诉的话，没有资格的话，这个案子就 dismiss 掉了啊，就没了。那第三个案子的话，就是关于川普就是非法拥有这个国家机密文件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现在也非常麻烦啊。当然，一方面拜登那边就已经不起诉了啊，已经设了一个先例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主审的法官是川普任命的法官，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联邦法官呢，有一些法官是由总统就是 appoint 啊指定完了之后呢，在参议院表决通过之后，这个人就变成这个联邦的法官了。那联邦法官呢，他在审案的时候故意拖着啊，如果要拖到这个大选之后的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这个案子，这个文件门这个案子的话也很麻烦啊，就是这个就对不是很麻烦，就是说对于民主党来说很麻烦啊，就是他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最后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川普的那个艳星门案件啊，就当时不是有一个脱衣舞，这个跳脱衣舞的嘛，他是这指控川普这个强奸还是怎么着，然后后来川普通过他的那个律师给了这个艳星一个封口费，完了之后这个艳星的话就后来说这个封口费的话是从川普的竞选资金里边出的，而不是川普本人出的，等于是川普用竞选资金给他本人这个脱罪啊，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川普是违法了。这种违法的话，就算是违法，其实这个其实非常灰色的东西啊，就算是违法的话，其实也是轻罪啊。但是呢，就是纽约曼哈顿的这个民主党检察官为了让川普罪加一等，就把原本是轻罪的伪造商业文件罪和联邦重罪，就是违反联邦选举法给强行的搭在一块儿。这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法律的先例啊。那再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么做的话，让他自己输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川普不断渲染说，这对他的刑事指控的话，纯属政治迫害。你这是越做的话，大家就越觉得川普是非常的无辜，是吧？那民主党他明明就是知道他这样一做的话，就反而强化了川普作为一个政治受迫害者的这个人设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做？民主党我觉得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哈，因为在共和党内部有大概将近20%的人是反川普的，就是大家经常讲的这个建制派嘛，是吧？那川普的话，因为在政治光谱上呢，他比较靠右，所以说他离中间选民就比较远，所以呢，这个民主党认为说黑利的话呢，其实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黑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独立选民的支持，独立选民中大概有50%到60%的人是支持尼基·黑利的，所以如果黑利能够获得提名的话呢，那么他在大选中打败拜登的胜算会更高一些。那这是民主党这么认为哈，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就不断的推，最后把黑利给打败之后的话，让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这样的话在跟拜登 rematch 的时候，就川普出征代表共和党出征的话，就有可能会输掉大选。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民主党他们的测试啊，给他们划定的一个胜选的路径。但是现在民调的结果，其实拜登啊，他的这个认可率只有38%，大概只有38%的人认为拜登做的还不错啊，等于是剩下60%多人是基本上不太认可拜登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的。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如果想赢得大选的话，是相当难的。所以现在民主党里边也想再找一个人来替掉拜登啊，但这事儿我觉得那会更难啊。对于民主党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超级大地震了啊，这事儿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哈，就主要是讲这个美国啊，现在对于中共的这种打击啊，现在变得越来越
就是不加掩饰啊，就颇有一点战狼的风格了。OK， 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呢。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而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竞权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purespring.tv。